我们二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我生平一大恨，便是恨自己没有生于100年之前，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。没想到我被封进棺材之后，苏家便有了能重现18剑阵之人。你废话真多啊！我困于黑棺之中那么多年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打不完的架。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付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心理剑。他仔细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研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阵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研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研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10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那里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冥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2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
渊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纸簪门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日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看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
再见了，苏墨言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寨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吧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被机关所困，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和。好。要是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安和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人心这种事，苏长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。沈一，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不必啦，
我不饿。忙了一日总会不饿。我今日啊，特地问了隔壁宅子的王姐，原来我昨日那道菜啊少了一味调料，改善下便好了。苏沐雨，你每日上街走走路，买东西，还要帮我挑药材、煎药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不需要再多余做饭了。神医每日看诊才是辛苦，这些琐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啊。苏雨，为什么你的剑法练得这么好？因为但是面却可以做得这么难吃，我不吃。也罢，毕竟是你的心血嘛。我明日出门买桂花糕补偿神医，然后再问下王姐。苏沐雨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好，何事？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，总能成功的。练剑也是如此。这碗面，神医还是先别吃了，等明日。为什么江湖之上人人练剑，但剑仙就那么几个？这世上有那么多大夫，为什么偏偏我是神医？因为天赋不同。苏沐雨，有的事情不能强求。我初练剑之时，也有几分笨拙。说不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陈家大娘送来的鸡，她知道我在跟王姐学厨艺，特意送来练手的。既然天命所归，那便由我来露一手吧。我跟我师傅学的药膳鸡窝，如何？好香啊！吃起来啊更香。尝尝。好。没想到神医这么会做饭，这段时间是我献丑了。不会做饭，不会做饭。我呢，就只会做这一道菜，是小时候啊师傅教给我的。只是后来每次一做，我都会想起他，但每次一想到他，我就会很难过，所以后来就不做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的手艺啊还是如此精湛。抱歉啊，神医。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看不开这点小事儿？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就算是神医，也没有办法。方才我做饭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难过了，再次想起他，心里是温暖。哇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剑饼啊！太好吃
吃了。苏沐雨，快，你也快尝一块。这都等老半天了，还不出来呀？这个好了。你怀孕了？怀孕了？什么？我还没成亲呢。骗你的。你呢？是最近肝火太旺，去那边排队，一会儿让苏公子给你拿点菊花茶回去泡泡。好。哎，牌子上写了，1日接诊30，今日名额已经满了。想要看病，请明日早些再来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许久不见了，谢先生。今日不看了，你们拿好今日发放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今日怎么这会儿就不看了？这个人啊是来看诊的，他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，若是你们再不走，染了病可就不好喽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走。这位乃是山前书院现任院监谢轩。如见仙，我来此地看书，察觉城中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，便想着来看一眼。你就是那个从来都没有练过剑，但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新百草的小师叔。辛先生的小师叔？对，童叟无欺。我和司空长风平辈，司空长风乃是辛先生的半个徒弟，那神医比我足足高了2个辈分，我得喊你一声师叔祖。石井，见过白神医。嘿，原来这么了不起的吗？没想到还能在南安城遇到谢先生。先生来此，是特地前来找我的吗？想知道你来南安城的目的？不是为了杀人。那便无事了。难得见面，不如留下来吃顿饭。难得见你笑一次。客官，慢用。姑娘，来份刚出炉的桂花糕。看姑娘面生，是来南安城玩的吧？不，寻人。哦，寻人。你慢用。采撷无缺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不开，窍窍不通。所做的东西，自然不可视，不可闻，不可食。
好香啊！没想到如剑仙居然还是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天下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会做的自然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愿闻其详。苏沐雨、谢轩，你们俩改行了？李城主，城主，城主，这位姑娘便是雪月城的二城主李寒衣。雪月剑仙，想必你就是当时负责医治暗河大家长的神医了。没想到就这般年轻。你就是那个创出了夜袭花尘剑法，能一剑引来漫山茶花的雪月剑仙。是。你手中的这个就是藏于昆仑山之中，能一剑冻住天边晚霞的人间第一寒剑铁马冰河。这剑如何，得看握剑的人如何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呢？传说中的月溪花尘，该是怎样的人间盛景啊？能否让我一饱眼福？神医，剑仙不会随意出手，他们一出剑，便能引来满城风雪。是，我不会随意出剑的。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或许我会随时出剑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曾一起对战过魔教教主叶鼎之。至于朋友，江湖上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敌人，亦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朋友。我和李城主的关系很亲近的。我乃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你家三城主司空长风，曾在我药王谷中学艺，算是小百草的半个徒弟吧。说起来，这司空长风得叫我一声师叔祖。神医还真是活学活用啊！没想到神医这么年轻，竟是药王的小师叔。如假包换，失敬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就是辈分太高了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很老实的。其实啊，我阿娘是镇西侯府世子妃温洛玉的亲姐妹，你家大城主百里东君是我表哥。师兄是你表哥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，走。嘿。南城雪月，东城无双，与唐门等一众名门大派共筑江湖的光明与秩序，可光明之下必有阴影。暗河，江湖中最神秘的刺客组织，一入暗河，此生就是别人手中的刀剑。但总有人在暗夜中向往光明，在波涛中渴望走向彼岸。暗河的潮水也在此时翻涌而上。之间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孽魅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体魅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
敢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直美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七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林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复如初。
有毛病。可饮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，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
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神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受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。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之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个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成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场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长河，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
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陪你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判处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
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你领同。若我拒绝呢？咱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